随着战争的持续，项羽得力的部下不增反减。英布、范增、龙驹，或投降，或请辞，或战死，只剩下项羽自己率领大军疲于奔命。而此时的刘邦却依靠韩信在侧翼的攻城略地，彭越在项羽后方的游击袭扰，以及萧何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，开始逐渐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权。公元前202年12月的一天，此前从未打过败仗的项羽，面对项羽从未取得过胜绩的刘邦，踏上了垓下决战的战场。英雄末路之际，美人殉情。一曲《霸王别姬》让这一场战事多了柔情，多了哀叹，也使得项羽没有和众多战败者一样湮灭在识海中。持续4年的楚汉之争，终于到了一决高下的时刻。垓下，位于安徽省灵璧县睢水至沱河间开阔的平原地区。直到今天，村民在锄地时还能捡到一些古老的青铜箭头。这些锈迹斑斑的箭头，跨越了2000多年的时间，向后人诉说着那决定天下归属的一战。与金戈铁马的战场相比，北部的不远处有一片终年常绿的树林，这里优雅静谧。树林中沉睡着一座古墓，木基隆起，碑石耸立。这座墓园的主人便是虞姬。2000多年前，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，在这里发出了“虞兮虞兮，奈若何”的仰天长吟。作为楚汉争霸的最后一战，项羽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绝境，最终在这里完成自己人生绝唱的呢？公元前203年下半年，项羽的得力战将龙驹的战死，使得楚汉战争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。刘邦拿下了齐国广阔的领土，项羽则失去了一半的兵力。占据着有利的地形，刘邦依然选择坚守城门，不肯迎战。虽然在粮食补给上，刘邦的汉军占有绝对优势，但楚军却依旧在气势上比汉军强得多。以刘邦部署在城高的兵力，他还远没有到可以与项羽正面交锋的时候。项羽的军队几乎全部来到了荥阳前线，补给的急速消耗给楚军带来了巨大的负担。项羽希望尽快和刘邦决一死战，以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。他迫切需要一个可以逼迫刘邦出城迎战的方法。鸿沟位于荥阳东北的黄河岸边，由汴河切割广武山而成。刘邦的大营位于鸿沟西侧，楚军大营位于鸿沟东侧。虽然两山相隔不远，但由于中间隔了一条近100米深的鸿沟，要绕行数十里才能到达对面山上。公元前203年10月的一天，
项羽下令，将彭城之战俘虏的刘邦家属带到了荥阳战场，用家人威逼利诱，这并不是项羽一向的作风。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计可施。军部急下，乌彭太公。因为对于项羽来说，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。他不是不明白韩信所作所为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致命性，他这阵最需要的就是快速决战，歼灭刘邦的部队，然后再来对付这个韩信。事发突然，鸿沟西岸的刘邦也没有料到项羽会如此行事。一时间，偌大的战场鸦雀无声，双方将士都将目光投向了刘邦。刘邦很清楚，这是项羽逼迫他出兵，甚至是投降。如果处理不好，轻则影响汉军士气，重则导致战场形势巨变。然而项羽怎么也没料到，他等到的却是一个令他大为吃惊的回答。吾与项羽据北面，受命怀王，约为兄弟。吾翁既若翁，必欲朋而翁，则信分我一杯羹。那刘邦说：“那我和你是兄弟啊，我们当年曾约定为兄弟，那你要杀咱父亲，要诛咱父亲，那好嘛，你分我一杯羹，请分我一杯羹，是吧？其实呢，像这一种情况呢，可能老谋深算的刘邦他是想到的，他有了心理准备。那个刘邦出身平民，而且大家也知道，那个时候的平民还没有受到后世儒家思想的巨大的这个影响。儒家当然那个时候有，可是儒家思想绝对称不上主流啊。因此，儒家讲的那个孝道，对于一般的平民来说，影响还不是很大。恐吓威胁似乎发挥不了效果，刘邦又占据了道德的上风，烹杀太公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。项羽只好将刘太公押回。一场对刘邦而言的危机解除了。无奈之下的项羽向刘邦下了战书，要求两人直接单挑以决胜负。但结果又一次让项羽无奈了。他对刘邦说：“他说天下汹涌数岁，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我们两人来争王称霸。那么不如这样，我们两个人单挑，我们来打，谁胜了，谁就当皇帝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刘邦就笑了。刘邦说了这样的一句话。刘邦说：“我宁斗智不斗力。”那么这件事情啊，就把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。项羽或许也猜测到刘邦不会同意和他单打独斗，他要借这个举动来嘲讽刘邦的懦弱。因此，项羽又派出3个敢死队员，轻装站在汉军阵前挑战。这个策略确实起到了效果，汉军将士都为此愤愤不平，摩拳擦掌地想要与楚军决战。但是在广武山上，两军之间隔着一条深深的鸿沟，根本无法短兵相接。这一仗究竟该怎么打呢？这时，刘邦派出了一个精于骑射的武士。精于骑射，用现在的话讲就狙击手，啊，啪一箭，
把楚军大将丁公给射入马下，连射楚军3大将，传令兵报给了项羽。项羽一听大惊啊，什么人那么厉害？到帐前呢，阵前之后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啊，他唐音很重的这么个人，啊，轰一下啊！当然，我估计啊，史书有夸张的手法，那个楼烦顿时麻爪，弓拉不开了。在楚汉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，刘邦却大胆站了出来。由于刘邦站在一般弓箭的射程之外，他估计楚军的弓箭射不到他，于是他十分放心地站在鸿沟边。刘邦抱定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与你这个斗智不斗勇，而且他给项羽列这个10大罪状。10大罪状其实说白了还是那句话，在道德上我要站到制高点上，我要把你描绘成一个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一个罪人。你比方说你这个杀楚怀王，你比方说你杀这个秦王子婴，焚烧秦宫殿，以及违背约定啊的这个打击诸侯等等这些事情。刘邦这些话列举10大罪，你可以发现他在干什么？还是政治号召。在刘邦所编造的10条罪状下，项羽恼羞成怒，示意埋伏在旁的楚军弩手发动偷袭。一向善用计谋的刘邦，这次却中了项羽的算计。胸前中的这一箭，险些要了他的性命。剧痛之中，刘邦头脑依然清醒。身为主帅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中箭，如果处置不当，很容易造成军心大乱，被楚军趁机掩杀。因此，迅速反应过来的刘邦马上弯下腰，怒斥项羽射中了自己的脚。太大，射胸人们这个人都命不久矣啊！射了胸那人不玩的完了吗？为主帅一玩，这个军心不就大乱吗？射胸无足，应变能力太强，所以了，这个是汉军将帅一看，自己是主公没事儿啊，好像什么事没发生似的，军心稳下来了。鸿沟对面，项羽心中不禁有点半信半疑。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刘邦居然如此命大，难道又是一次幸运之神的眷顾？眼看功亏一篑，项羽只好先退回营中。而刘邦为了对自己的伤情保密，回到关中岳阳养伤。这是他第3次从项羽手中逃脱。11月的一天，刘邦接见了韩信的使者。使者报告了渭水之战的胜利战报，又奉上韩信的书简。刘邦开始很高兴，越读脸色越难看。因为韩信在信中要求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，也就是临时代理齐王。韩信这阵已经是一种半独立的一股力量了，这股力量如果投向我们这边，我们胜利指日可待。可是如果投向了项羽那边的话，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你不能得罪他。因此陈平去用脚踹这个刘邦的这个脚后跟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提醒刘邦，你这阵儿不能得罪韩信。所以刘邦这个才迅速的转变了自己的态度，转而改为一种嗔怒的这种态度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当就当真齐王，为什么要当假齐王？刘邦与韩信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将帅开始貌合神离。
而项羽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此时，在刘邦的背后是自己广大的封地，粮草士兵源源不断，他最不怕的就是持久战。而项羽则远离自己的国都彭城。另外，刚刚被刘邦封为齐王的韩信，也在齐国集结军力，准备攻打彭城。对项羽来说，唯一剩下的只有楚地了。一旦彭城失守，他面对的将是腹背受敌的局面。韩信，这个曾经的下属，如今已经成为项羽的心腹大患。而刘邦和韩信的矛盾，也给项羽提供了一次机会。他觉得自己要有所行动了。这几天，齐国大营中的韩信很焦虑。几天前，项羽的使者伍射来到这里，给他带来了项羽希望和他合作三分天下的消息。他说：“这个刘邦这个人呢，其实很狡猾。你看他现在用你，他实际上心存嫉妒，不是真心要用你，他是要用你力量为他卖命的，啊。那么将来一旦他有了天下，他必然会杀掉你。所以呢，你不如你现在反了，投靠项王。你不投靠项王也可以，你自己呢，和刘邦、项羽三分天下。”韩信明白，如今自己已经成为刘邦和项羽之外最重要的一股力量。他的决定甚至会改变战争的形势和历史的走向。不久前，在自己的要挟之下，刘邦刚刚封自己为齐王。但是，这也为他和刘邦的关系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。未来刘邦会不会秋后算账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过韩信最终还是没有背叛刘邦，他相信自己为刘邦立下的功劳可以成为保护伞。拒绝了，但是他不能不留个心眼儿了。他琢磨琢磨有味儿啊。人家没说错，而就这么一个心眼留这么心眼儿，就埋下了韩信与刘邦不和的种子。项羽的这次策反以失败告终，看来他只能和刘邦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了。然而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刘邦却向项羽提出了和谈的要求。虽然自己已经不具备最初的优势，但以项羽强悍的个性，要他接受和谈也并不容易。史记记载，刘邦先后派出了2位说客，陆贾和侯生。陆贾是楚人，以能言善辩著称。他自信满满地接受了与项羽和谈的任务，想要凭自己的口才拯救刘公和吕氏，结果却无功而返。陆贾无功而返，但刘邦仍不死心，他又派出另外一位宾客侯生，再度去和项羽谈判。这一次的谈判，侯生提出了清楚而具体的策略。他建议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，鸿沟以西归刘邦，以东划给项羽。这种分界虽然粗糙，但在紧张的局势下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此时无奈的项羽也想早日结束在荥阳这漫长的对峙。
连年的征伐使得将士们疲惫不堪，是时候结束了。带领长期远离楚国的士兵回故乡，守护着一直在背后为自己默默付出的虞姬。我们无法知道他何时来到项羽身边，只知道他在项羽生命中非常重要。历史上是英雄爱美人，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。而文献中之所以这样说，这么多的人提到他，必定是有一定的依据的。但是虞姬本人的他的出身，他的一些情况呢，历史上是缺乏记载。他对项羽是很好，所以项羽呢，对他也很好。从这点来说，项羽好像是体现出他的人性，体现出他自己的人格的魅力。公元前203年9月，项羽释放了刘邦家人，回归汉营。驻守在荥阳2年多的项羽军队终于开始了大撤退，天下就要迎来许久未见的和平了。从荥阳到彭城，要经过彭越军队出没最多的梁地，虽然路程较近，但势必会遇到不少麻烦。项羽决定先往南退入陈县，再绕回彭城。虽然这段路稍远，但相对安全得多。然而，就在项羽撤退的途中，他却收到了刘邦撕毁合约，指挥大军越过鸿沟前来追击的消息。与汉军的主力正面会战，这是项羽在荥阳苦守了2年多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。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在这种情况下。在项羽看来，刘邦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战胜过自己。同意和谈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让步，刘邦又为什么会冒着背信弃义的风险撕毁协议呢？原来，当项羽撤退的时候，荥阳城内以张良和陈平为首的一帮谋士，正在策划着下一步行动。当分而治之的时候，或者说以鸿沟为界签订条约，你站东边，我站西边的时候，这并不是刘邦希望达到的目的，那是一个缓兵之计。只要是时机成熟了，只要是力量积蓄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统一全国，打败你项羽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个话本身呢，他跟你也签订了条约，不可能说我马上撕毁条约，然后说话不算数。所以由他手底下人提出来，也可能就是他授意的，也可能手底下的人呢也了解刘邦的这个心思，所以进攻越过鸿沟向东进攻是他必然的一个结果。身为一流的军事家，项羽意识到，自己苦苦寻觅了3年多的决战机会近在眼前。此时的项羽和他的楚军，如同一匹饥饿疲惫的独狼，只顾默默地向前行进。到底还有没有扑杀撕咬的力气呢？公元前202年10月，项羽进驻陈县。刘邦见楚军停了下来，也不敢冒进。在固陵北方的杨贾以南扎营，
等待韩信、彭越的部队会合。但是，让刘邦失望的是，韩信和彭越并没有按照约定出兵，结果又成了自己与项羽正面开战。项羽发现刘邦孤军作战，立刻向汉军发起猛烈反击，结果刘邦再一次被打得大败，只得回营坚守，等待援军。让刘邦十分不解的是，韩信和彭越为何冒着犯上的风险不愿出兵呢？人家说无利不起早，你现在没有给我许下什么诺言，没有保障我的生命安全，没有给我承诺有什么好处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命？所以刘邦呢，他就开始呢，按照张良的计策，他要封韩信为楚王。韩信为楚王，说楚地呢是你的，那楚地现在是项羽占着了，你想当楚王吗？打呀，去打他。刘邦依计而行，得到承诺的韩信、彭越终于开始行动。11月，韩信夺取了彭城，一路西来，与刘邦在陈县附近会师。与此同时，彭越也迅速南下，进入陈县地区。为了防止被汉军包围，项羽只能撤出陈县，继续东去，一直退至垓下。此时，楚军兵力将近10万，尚可一战。12月，汉军各路大军会齐垓下。此时汉军兵力达60万之众。3年多以前的彭城之战，刘邦也指挥过如此规模的军阵，但是被3万楚军一举击溃。这一次开战前，刘邦明智地将战斗指挥权赋予韩信。一个优秀指挥员，他的高明之术，就能够把不管多少兵力能够合理的进行配置，这是他的指挥造诣。韩信就具备了能力，刘邦最终要取得楚汉之争的胜利，他只有依靠韩信，最后一定乾坤。无路可退的项羽率军列阵，决定在垓下与汉军决战。究竟是楚军再次上演巨鹿、彭城以少胜多的奇迹，还是汉军第一次正面击败天下共主、西楚霸王项羽？对韩信来说，在长达3年的楚汉战争过程中，没有和项羽正面交过手，始终是一个遗憾。如今以60万大军对阵项羽的10万人，他明白自己绝对不容有失。就这样，项羽与韩信2个同样未尝败绩的名将，在这片开阔平原上展开了一场决定楚汉2国命运的垓下之战。跟随项羽多年的韩信十分了解项羽的用兵之道，他将60万军队分为3重纵深的6军阵。第1道军阵30万人马，由韩信亲自率领。韩信自己居中，部将孔熙居左，陈赫居右，
与项羽正面对抗。第2道军阵10万人马作为后备队，由刘邦率领支援第1道军阵。第3道军阵20万人马由周勃、柴武率领，防止项羽骑兵的背后袭击。由于兵力的劣势，项羽的军队不能像联军一样进行纵深布阵，而是必须集中兵力，主动出击，一举攻破韩信的军阵。一番交锋之后，韩信率军后撤，项羽随即挥军掩杀。韩信就讲，就这样，我一定让你的阵型在队形变换的时候，你队形大乱，你这大乱之后，你来不及重新摆这阵型，我趁乱杀出，这就是他在垓下之围这个趁乱攻击，破坏对方的作战队形。当项羽率领军队深入汉营后，发现一直整装待命的孔熙、陈赫2将从左右2翼向楚军发起攻击。与此同时，韩信与后备军一起领兵杀回，对楚军发动总攻。深陷包围中的楚军无法做出有组织的抵抗。项羽遭遇生平唯一一次失利，率残部退回垓下营寨。你想想，楚汉战争从发生到现在，战争没有间歇啊。刘邦手下的人很多，他不仅自己在打仗，他还封了好多异姓王和他一块来打仗，而项羽没有，项羽就是孤军作战。那这个战争过程中，几年之间，他的兵源在不断的消耗。那么过去呢，他这个进攻力量比较强大，到后来呢，那么慢慢的就从攻势进入守势，所以就越来越失去了这种进攻的能力。项羽的身边已经没有了像范增那样的谋士，也没有了像英布、龙驹这样的猛将。经过1天苦战，项羽身心俱疲，他从未感到如此无力。一觉醒来，已经是深夜，万籁俱寂。远处却传来楚人的歌声，渐渐的，四方都响应了起来。这不正是楚地乡音歌谣吗？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楚国了吗？为何汉营中会有这么多楚人呢？他不愿意相信最后时刻已经到来。面对身边的虞姬，项羽难以言语。既有割舍不下的情谊，又有兵败时能陪在自己身边的欣慰。在倍感苍凉的楚阴中，英雄已至末路。怀乡情节在楚军中蔓延开来。念及家中的父母妻儿，楚军将士无不对客死他乡感到恐惧和凄凉。公元前202年初，虞姬在楚军营帐中陪伴着他的英雄项羽。这是最后的相聚。
姬，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。他的存在，就像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他所安排的那样，昙花一现的出场，又惊鸿一瞥的谢幕，一歌一舞一引荐，便是他短促的一生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汉兵已略替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留声？英雄和美人的眼泪与别离，成为了历史上永恒的悲剧。这悲情的瞬间早已被定格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字里行间，被不同的艺术形式诠释着、流传着。相传，虞姬死后的那片土地上，长出一种美丽的花，它的花瓣质薄如绫，光洁似绸，无风自动，似美人翩翩起舞，引人遐思。人们把它叫做虞美人。应该说呢，在古代这些女人的命运，她们自己是无法把控的。很多人的命运往往都是悲剧性的。我们今天来想象的话，也会是这样，因为处在那样的一种战争时期、动荡时期，他们往往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。属于西楚霸王的这一场最后的酒宴，就这样在泪水与悲歌中落幕了。显然，这个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的大将军，比起刘邦来，也就显得更有人情味儿，更具个性的光彩。收起眼泪，项羽随即率领壮士800余骑，趁夜突围南奔。天亮以后，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突围逃走。刘邦立即派灌婴率5000骑兵追击。当项羽渡过淮水时，能够跟随在他身边的骑兵只剩100多人了。走一个老农呢，老农在阴陵这个地方，也今天安徽定远。这个老农骗的，一骗一折，南辕北辙，往东一走是沼泽地，沼泽地这个马蹄这个就陷进去了。等摘出来之后，追兵已至，剩28骑了。面对着仅有的28人，项羽发出了最后的宣言：今日故决死，愿为诸君快战，必3胜之。为诸君溃围，斩将，一骑，令诸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司马迁把项羽描绘的
非常的光明磊落，是一个英雄好汉这种感觉。这个更多的是司马迁对于项羽的一种崇敬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天命，不是我不能打，不是我不勇猛，是上天不帮助我。项羽将28骑分为4队，从4个方向向汉兵突击，然后聚为3处。汉军不知道项羽在哪里，队形大乱。项羽又趁乱冲杀3次，斩杀汉军100余人。项羽卓越的军事天才和不畏强敌的勇气，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项羽往东南突围，来到东城乌江亭渡口，也就是今天安徽和县乌江镇。面对江水另一边的土地，项羽有无尽的感慨。曾经自己与8000江东子弟兵渡江西进，现如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半生戎马，却落如此之结局，自己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？为什么不走？这就是项羽那个范儿了，贵族范儿。天下苦战争久矣，我若到江东，召集我江东子弟，重整旗鼓，老百姓要死多少啊？他不讲吗？天亡我也，何来杜围呀？心意已决的项羽在乌江岸边，迎来了自己短暂而辉煌生涯的最后一战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面对汉军的围剿，项羽一个人杀了数百敌军，自己也受了10余处伤。精疲力竭之时，项羽在对方阵营中看见了一位故人。这个人叫吕马童，曾是他的部下。面对以前的老朋友，项羽不禁感慨道：“我听说汉王用赏千金、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，我就为你做件好事吧。”于是西楚霸王带着自己最后的尊严自刎而死。2000年前的古中国，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太史公司马迁还在用毛笔在竹简上记录着100多年前那最后时刻的惊心动魄。
项王倒下了，围在身边的汉军将领争先恐后的前来争夺他的尸体，因而发生严重冲突，甚至举刀相向，互砍而死者达数十人。最后有5个人各自夺得项羽遗体的一部分，刘邦把这5个人都封了侯。司马迁笔下的项羽，就像一部天生的战争机器，作战效率几乎空前绝后。在长达4年的对峙中，刘邦根本无法和叱咤风云的项王相比。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。是天命要让我败亡，并不是我用兵的过错。这是《史记》中所记载的项羽最后的话。但是他所犯的错误似乎太多了，他的失败绝非运气不足所能概括的。楚汉争霸的4年多时间里，无论是经营能力、心态和策略规划，项羽似乎都不及刘邦。司马迁对于项羽是格外崇敬的，他把项羽能列到本纪里边，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从字里行间仍然能够看得出，项羽之败，不是败在个人的英雄气和个人才干上，而是败在格局、战略思想等这些方面。这个所谓非战之罪这句话，真正的体现了项羽的那种政治方面的幼稚。他到临死了，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。这人不是政治家，刘邦是政治家，所以项羽和刘邦就是4个字：修道八法，开明政治，依法治人，依法服人，就是4个字：胜败之争也。公元前202年，乌江边的一抹鲜红，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。也正是这一年，布衣出身的刘邦成了天下的新主人，一个全新的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，史称西汉。